因为他看到这个编队里边既有轰炸机，还有像歼16这样能够执行对陆的打击，或者是对海的打击啊，以及空中格斗的这样战机。那如果有了运油20这样的加油机之后，那不是如虎添翼吗？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曹卫东。今天我们大家聊一下，就是台湾媒体在炒作呀，就是大陆的军机啊，解放军的军机这个绕岛巡航啊，已经是11月是连续的打卡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他发现了新的机种。我们先说呀，绕岛巡航对台独分裂势力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震撼啊。它现在发现次数越来越多，数得出来，因为飞机嘛，它从雷达上是可以看到的啊，多少架，然后走的什么航线。但是呢，它还特别仔细的查找了，就是这个飞机编队里边的组成。他说呀，他们除了看到了以前啊见到的轰6K 啊，还有比如说预警机呀、反潜巡逻机呀，还有这种比如说歼击机以外呢，突然发现运20啊，就是他认为呢，运20呢这种运输机呢，已经是作为就是运油20就加油机来出现了啊。那这个变化为什么会引起他的这种高度关注呢？因为我们讲过去呀，我们也采用这种就是空中加油的办法，但是呢，加油机啊，一般的说载量比较小，为什么呢？比如大家见到的歼15啊，就是我们看到的飞鲨。它呀是歼15给歼15加油，那你想想，歼15本身它的这个体量就不是很大，作为加油机来讲，它不是很大，那就等于是伙伴加油，所以呢，它无论是航程还是这个载油量都比较有限。再有呢，就是我们看到过轰油6，就是由轰6啊这种轰炸机改变的，比如说轰炸机它主要是搭载炸弹或者是导弹，那现在呢，它不搭载这些轰炸的导弹和这个炸弹，而是改成加油机啊，把它里边放上油箱，然后给空中飞机飞行的。那它的航程和载油量也是有限的。如果把这个运20这样的战略运输机改成加油机的话，那它的这个无论是航程还是载油量，那这个能力会大幅度的提升。但是有人说了，现在台当局他看到了之后，他为什么这么惊恐呢？因为他看到这个编队里边既有轰炸机，还有像歼16这样能够执行对陆的打击，或者是对海的打击啊，以及空中格斗的这样战机。那如果有了运油20这样的加油机之后，那不是如虎添翼吗？那航程得增加多少啊？而且它的这种滞空的时间将会延长多少啊？所以他们非常的惊恐。但是我们就说，这还只是看到它啊，就是往前走的一步。我们后面还有下几步呢。那么大家可能会问，下面会怎么发展啊？你比如说，作为俄罗斯来讲啊，它的伊尔76啊，它可以作为预警机的平台。那么它的伊尔78呢，是作为加油机的平台。那我们现在看了，运20既然可以当运输机，现在呢又可以当加油机，当然，在未来的时候，就是也可以当预警机啊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个运20将来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预警机。那么我们再往远看，会发现什么情况啊？就是美国呀，现在已经把激光武器放到舰船上了啊，在它的这种舰船上呢，因为这个载重量比较大，空间也比较大，所以呢，把这种激光武器的这个平台放到这上来作为试验。它其实也考虑过放到波音747这样的大型运输机上来进行搭载。那如果将来就激光武器它小型化以后，很显然放在这个运20这种大型的运输机上是可能的呀。所以我们讲呢，它还有可能更远或者是更新的这种用途。所以从台当局啊看到我们这个人民空军的飞行的这个编队频次啊，就是出动的频次和它使用的方式以及机型的变化，他们是越来越感到恐惧。其实那运20可以这样改，那将来的话，它可能还可以看到无人机，这个在珠海航展上有很多的无人机亮相，所以各种平台的参与，实际上是体现了更好的信息化的作战能力和体系对抗的能力。所以我们讲呢，这些武器装备的入役，对台独分子或者台独势力是一个更大的震慑和一个威慑。关于这个话题呢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。
本栏目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